林晚秋看叶晨，就是标准的丈母娘看女婿，是越看越喜欢。想当年，叶长英在京城迷倒无数豪门大小姐的时候，林晚秋也是万千迷妹之一。只不过他对叶长英更多是粉丝对偶像那种崇拜，而非男女之情。年轻时，他看叶长英叱咤风云，这2年又看叶晨扶摇直上，心里想让叶晨正式成为自己女婿的想法自然也越来越强烈。但是他也知道叶晨漂泊在外这些年，许多事情有自己的苦衷，一时也明白不可强求，所以他也希望女儿能够先为叶晨延续血脉。这可不仅仅是为了让女儿为叶家开枝散叶，更重要的是他怕叶晨最终不能兑现3年之约。万一他真的爽约了，以他的为人，一定会跟女儿止乎于理，那也就意味着女儿这辈子都将与叶晨擦肩而过。她也是女人，而且是过来人，亲眼见到苏守道的前妻杜海清因为没能嫁给叶长英，一辈子活得有多痛苦，所以她无论如何不能让女儿重蹈杜海清的覆辙。其实谁不知道，当初叶长英哪怕能给杜海清一次机会，让杜海清把女人最宝贵的给她，杜海清后面20-30年也不会过得如此辛苦。爱而不得是最惨的，哪怕只是片刻拥有，人也不会那么的意难平。如果杜海清当年也能有一个叶长英的孩子，林晚秋相信她后面这20-30年就算不嫁人，也会比现在幸福得多。于是她心中开始酝酿，想着是不是干脆就跟叶晨打明牌，直接把想法跟他说出来。我们顾家不在意女儿给你做小三，也不在意未婚先孕，为了女儿一生的幸福，就是这么卑微，都这么卑微了，你难道还能狠心拒绝？犹豫再三，他正要开口，叶晨这时忽然对顾秋怡说，对了囡囡，有个好消息，不知道你听了会不会感兴趣？顾秋怡好奇地问，叶晨哥哥，是什么好消息啊？快说来听听。叶晨笑道，塔瓦纳斯维特不是要在燕京开4场演唱会吗？他知道你回来了，所以想邀请你担任这4场的演出嘉宾，看看你有没有兴趣。顾秋怡顿时惊喜不已，激动地问，真的啊？塔瓦纳邀请我做嘉宾？他怎么会想到邀请我？我跟他也不熟悉啊。说罢，他忽然想明白什么，问叶晨，叶晨哥哥，是不是你让他邀请我的？叶晨摇头笑道，也不是，他在飞机上听到咱们2个人打电话，估计是想拉近一下关系吧。你要是愿意去，等会我带你去跟他见个面，要是不愿意去，我就跟他说一声，把这件事情婉拒了。我愿意啊。顾秋怡兴奋不已地说，我一直都很喜欢他，他很有才华的，大多数歌曲都是自己写的，很厉害。我没出道之前一直听他的歌，能跟他同台演出，也算是我退出娱乐圈之前一个宝贵的新体验了。叶晨点点头，既然你愿意，那我就跟他约个时间，咱们见面聊聊。好，顾秋怡不假思索地答应下来，那就辛苦叶晨哥哥安排一下了。叶晨说，那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，约他一起吃个早饭。林晚秋急忙说道，晨儿，中午在家吃啊，我跟你顾叔叔都交代好了。叶晨点头说，林阿姨放心，我跟囡囡去见一见塔瓦纳，聊完正事就回来，不耽误中午吃饭。说着，叶晨想起老爷子的交代，又说，对了，林阿姨，顾叔叔，我爷爷的意思是晚上请您一家3口到家里做客，晚上在家吃，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？林晚秋听叶晨说中午还来家里吃饭，紧张的心情就平复了不少。现在听闻叶中全邀请一家人去叶家赴宴，心想这事应该是老爷子要出马了，于是便更松了口气，笑着说，好啊，我跟你顾叔叔早就退休在家养生了，时间大把多，囡囡最近刚好回来要休假，肯定也没什么安排，是吧囡囡？顾秋怡笑着说，我本来是想一直休息到最后一场演唱会的，不过这几天可能要忙一下了，毕竟能给塔瓦纳做演出嘉宾还挺荣幸的，而且我本身又是燕京人，
他来燕京开演唱会，我去做嘉宾，也算是替咱们燕京欢迎一下贵客。林晚秋轻轻点头笑道，你喜欢就好，妈支持你。叶晨见事情都安排妥当，也没什么时间档期的冲突，便拿出手机给塔瓦纳打了个电话。时间尚早，不知塔瓦纳起床没有，但对他，叶晨倒也没有那么的体恤。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通，电话那头传来塔瓦纳有些迷糊的声音，叶先生，您怎么这么早找我啊？叶晨笑着问他，这么早给你打电话，打扰了？不打扰，不打扰。塔瓦纳一下精神了，赶紧问，您找我有事？叶晨道，我想约你在白金汉宫见一面，我带顾小姐过去跟你聊聊演出的事情。塔瓦纳惊喜地问，顾小姐答应了？叶晨笑道，当然，能跟你同台演出，她也很激动，所以我就想着早些把这件事情定下来，距离你演出也没2天了。对对对，塔瓦纳说，现在要抓紧时间定细节了，包括演出时长、演出曲目，最好是我们之间还能多些互动。叶晨立刻说，那是得尽快了，要不这样，我们现在就过去见面聊。塔瓦纳笑着说，那太好了，我刚好订了他们的总统套房，有一个会议室，如果叶先生和顾小姐没吃早餐的话，我可以让人安排好早餐，我等你们过来边吃边聊。好，叶晨果断道，我们现在过去。他把电话挂掉，又对顾秋怡说，囡囡，咱们现在就过去吧，早点聊好，早点回来，不耽误吃午饭。顾秋怡自然爽快答应。林晚秋见叶晨这么着急要去谈事，心里多少有些狐疑，总觉得叶晨谈事是假，逃避是真。不过一想到晚上叶老爷子还要组织家宴，他便也不打算咄咄逼人了，于是便道，既然你们有正事，就快些去办吧，我跟你顾叔叔等你们回来吃午饭。好，叶晨赶紧应下，带着顾秋怡出了门。坐上那辆商务车，叶晨不禁松了口气，他就怕林晚秋或者顾延忠当着自己和顾秋怡的面提那件事，万一真是骑虎难下，场面肯定会非常尴尬。现在算是暂时躲过一劫。就在他感觉轻松不少，发动汽车离开顾家的时候，一旁的顾秋怡笑着问他，叶晨哥哥，你是不是想躲着我爸妈啊？